恐怖电影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它所展现出来的剧情，就是告诉你对话的重要，以及在对话之后疗愈才会跟着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情节。那我们举超自然类的恐怖电影来讲，那因为零复仇的主题呢，它基本上就是会有发生一个事情，可是观众其实不知道。那随着电影叙事的一个展开，我们慢慢会发现到，哦，原来这个怨灵是有一个故事，而且这个故事是非常悲惨的。那因为这个悲惨的故事呢，它会让观众去同情、去理解为什么他要进行报仇这件事情。故事的最后，如果说这个怨灵能够消解他的一个怨恨的话，通常都是透过观众去看到了他整个这种冤屈或者是委屈的故事。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可以看到说，其实恐怖电影的这样的情节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对话的重要性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有冤屈，你必须把冤屈给讲出来。那当然，恐怖电影它可能这种超自然类，它更多是透过一种他已经死了，因为他生前没有办法讲述出来，所以透过死后一种再回来的方式来处理。那这种让我们想到两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心理的层次，如果你没有把委屈处理，他再回来就如同怨灵一样，他会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要求你去处理你心里的委屈。那第二个层次是什么？在这个心理的委屈里面，可能你搞不清楚他的状况是什么，所以如果能够透过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把它讲出来，那这个委屈或这个冤屈就能够被消解。那通常把故事讲出来，它就是一个对话的开始。无论你是对着一个日记去书写，对着一个人讲，或者说你有宗教信仰，你对着一个超越者去讲，这一些都是一种展开对话的方式。那透过不同电影的叙事位置呢，其实会让我们看到，哦，原来委屈或许不是只是我们个人主观想象而已，它其实是有更多不一样的幅度。那这些幅度呢，能够增长我们在未来面对委屈的时候，会让自己不要那么快进入到情绪，而是先觉察到情绪，在情绪的觉察里面呢，去了解到说，其实，这个情绪或许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它并不一定是这样。于是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委屈，或者是更能够很好的去接住委屈。